英国是钝刀子剌肉，用逐年收紧的政策、模糊的身份边界，慢慢的耗光你的财富跟希望。美国是快斧头砍，用高压的生活成本跟陡峭的财务悬崖，快速筛选到无价值的人。但本质全一样，吸纳、使用、筛选、清退，这不是政治，是赤裸裸的管理学。你以为是你在选择国家吗？实际上是国家在选择你。中国挣钱因美化，一分别想带回家，别挣扎，因为挣扎没用。因有一因港人，没有斩杀线，一个管你来，一个管你死。但结局只有一个，中国挣钱因美化，一分别想带回家。你挣扎吗？你抗议吗？你拉条幅吗？ Sorry， 因为从系统角度看，你的挣扎本身就是默认同意。今天这期咱不劝你润，也不劝你回，只做一件事儿，把英美这套教你做人的底层逻辑一刀一刀剖开。今天这个世界早就不是你以为的我努力工作合法纳税换来尊重与未来，而是另一套算法，你进系统被榨干再被筛掉。壮士称贤，老来为富，用则为财，废则为患。你非其民，亦非其客。民曰贡献，实乃耗财。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语记，我是大钊。最近全网有两类新闻，看似无关，实则同源。第一类，疑英港人扎堆英国内政部外抗议，横幅拉得老高，口号喊到声嘶力竭，核心诉求就两件：拒绝 B2 级英语考试，豁免收入审核。他们控诉英国政策突然收紧，福利说砍就砍，永居资格反复横跳，当初承诺的优待全成了泡影。第二类美国斩杀线持续下调，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合法居留者、工签持有者、留学生、高薪码农、技术移民全被纳入一刀切的筛选范围。不解释，不道歉，只看你是否还能产生价值。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非法移民，不是投机分子，全是按规矩办事，老实纳税，一步一步走流程的合规群体。但系统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一句 Thank you， 谢谢参与，下一个。韩非子有度早就把这事儿说透，法不阿贵，神不绕曲，意思是法律不应偏袒权贵，就像墨线不会迁就弯曲的木材。可问题的关键是这根绳谁在拿，这部法谁在写，规则的解释权从来不在普通人的手里。先看英国这边，移英港人这5年到底经历了什么？5年前 BNO 计划刚刚推出手，被包装成一场历史补偿，道义、责任、自由、价值观说得天花乱坠，让不少人以为拿到了通往天堂的单程票。可5年过去现实给了他们一个狠狠的逼斗。脱欧叠加俄乌冲突，英国通胀飙升，天然气价格暴涨 90%， 电费攀升超 50%， 伦敦郊区一度电价格高达 0.34 英镑，连开烤箱都要精打细算，房租飞天涨，医疗排队无止境。更要命的是工作断崖式降级，前港大毕业生去送快递，昔日工程师在后厨洗碗，原本月薪3万港币的白领，到了英国连本地普通劳动力都竞争不过。而最核心的身份问题始终模糊不清。英国内政部最新政策明确，要拿永居必须过 B2 英语关，有持续纳税记录。可常年混迹华人圈靠体力为生的他们，连基本的语法都凑不齐，考试成绩单上全是语法极度混乱的评语。想拿到福利，得到的永远是你暂时不符合条件。最扎心的莫过于那句现实，你已经在英国，但你还不是英国的一部分。你是什么呢？不是公民，不是难民，不是游客，只是可用人口。需要你填补劳动力缺口时你是贡献者；当你消耗福利无法融入的时候，你就成了沉没成本。待不下去想回香港，英国先给你上最后一课。这些年被英镑贬值跟通胀洗劫，多数家庭已耗尽70%存款，连回香港租房的押金都凑不齐，更别说养老金、社保记录这些体系里的东西。没有完整身份就没有完整的权益，想带走门都没有，更何况你都没有。这就像管子牧民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原意是仓库充实了百姓，
他才懂得礼节。可到了这儿呢，仓廪是你填的，礼节呀却从来不向你开放，你从来都不是主人，只是被消耗的粮食。再说说美国的斩杀线，这3个字听着像阴谋论，实则是一套冰冷的系统性筛选机制。所谓的斩杀线源于游戏术语，就会被直接秒掉，也就是挂。放在美国社会就是你财务状况一旦跌破临界值，就会被生活成本跟债务压垮，最终流落街头，被社会斩杀。一句话就能说透，当你对美国有用时，你是人才；当你的边际价值下降，你就成了风险。这套机制从不用骂你，跟你吵架，只做3件事：提高门槛，压缩配额，放大不确定性。你以为自己排队等身份、等机会，其实早就进入了倒计时。美国官方数据都承认，67%的美国人处于收入仅够维生的状态，59%的人承担不起$1000的突发开支。也就是说2.2亿美国人都站在斩杀线边缘，一场失业，一场疾病就会跌落深渊。而流浪汉的平均生存时间只有3到5年，最终在贫困、暴力或极端天气中被淘汰。别以为这只是针对底层，连资深技术移民、行业专员都逃不过。20年积累，一朝清零，秒变流浪汉的案例比比皆是。把英国跟美国放在一起就看懂了。这2条线看似不同，实际上就是一套算法。英国是钝刀子剌肉，用逐年收紧的政策、模糊的身份边界，慢慢的耗光你的财富跟希望。美国是快斧头砍，用高压的生活成本跟陡峭的财务悬崖，快速筛选到无价值的人。但本质全一样，吸纳、使用、筛选、清退。这不是政治，是赤裸裸的管理学。孙子兵法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英美这套制度的胜，在你踏入系统之前就已经注定。你以为是你在选择国家吗？实际上是国家在选择你。重点来了，为什么街头抗议没有结果？集体请愿石沉大海，法律维权成功率极低呢？因为你犯了一个系统级的误判，把政治承诺当成了契约。在西方制度里，承诺不等于义务，道德不等于法律，情绪不等于权利。你可以愤怒，可以拉横幅，但规则根本不吃这套。英国内政大臣早就说过，在英国永久定居不是权利，而是特权，必须靠争取才能获得。你的抗议在规则制定者眼里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噪音而已。易经有句话，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真正的聪明人会把本事藏在身上，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行动。放在这里就是别在别人制定的战场上用别人的规则妄想赢过别人。庄子说的更狠，彼义是非，此义是非。你站在他的系统里，你永远是错的那一方。有人会问，别挣扎是不是等于躺平呢？当然不是。别挣扎的真正意思是别在错误的方向上消耗自己，也就是别内耗。解决方法只有4个字，重新定位。第一，别把身份当信仰，身份只是生存的工具，不是人生的归属。过度迷信某一个国家的身份，只会把自己困死在系统里。第二，别把制度当恩人，任何制度的核心都是计算成本与收益，它不会感恩你的付出的，只会淘汰你的低效。第三，别幻想付出必有回报，在筛选体系里，努力只是基础门槛，有用才是核心标准，这是最昂贵的幻觉。第四，把自己放回主动权位置，别再问我怎样才能融入这个系统，而是问我在哪个系统里最有议价权。现实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不缺努力的人，缺的是看清局的人。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出生就是牛马，但真正决定你命运的不是你在哪，而是你有没有把自己当成资源来管理。最后送一句压轴的话，世界上有2样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2是人心，尤其是制度化的人心。